嗨，干啥呢？做我看节目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全工。你是不是一直在为高低落差处的渗线搞不定而困扰？不是做得很脏，就是擦不好。你是不是羡慕大佬的作品有着漂亮完美的刻线，赞叹其细节爆炸，馋得口水直流？自我怀疑，同样是长了一双手，怎么手跟手之间差得这么大？不要冤枉你的手。欢迎收看全网最全、最细、保姆级、胎教级、备孕级刻线教程，教老的诞生第5期刻线的开始。这是本期的技能树，同样可以配合时间条观看。刻线会讲得非常细致，会分成几期来讲。没关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收藏了，紧紧跟好我。现在每期的重点和所需的工具我们都会整理好之后放到专栏，可以让大家快速的检索。本期主要介绍刻线所需的工具以及开始刻线的正确知识，顺带教大家搞定高低落差处的刻线。本期内容是为后续更复杂的刻线操作打下坚实的基础，大家要记好。先是介绍工具，刻线是特别需要工具支持的一种技法，工具不全就会导致刻线难度急剧上升。我会将刻线所需的工具分成刻线工具、辅助工具以及制图工具。我们逐一来讲。刻线工具我们主要分2类，一类刻出来的线槽是 V 型的，一类是凹型的。来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像笔刀的刀刃、刻线针以及带刀锋的劈刀、鹰嘴刀等，因为工具形状的关系，在刻线施力的过程中会产生挤压，使塑料向两边排挤，形成一个 V 字形的线槽。麻烦的是，塑料受到挤压会造成两侧有塑料堆积，所以要经过一番的打磨处理。更麻烦的是，如果控制不好手的操作，整得九浅一深啥的，就导致线槽有宽有窄，这是相当难搞了。所以全工认为，用在刻线上正确的选择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推刀。马萨卡。标准的推刀，刀头部分会采用硬度、强度、韧度都很高的金属来制作，比如钼钢。金属经过 CNC 加工，进行大体塑形之后，进行高精度的研磨，使刀刃形成一个平面，以推刀之名和巧手腕之力，将塑料一层层轻轻刮下，最终形成一个底面平整宛若新生的漂亮凹槽。那么知道了推刀好用，那我们如何选取对刀呢？在几年前 BMC 就是推刀中的天花板，那真是又好用又名贵。谁要是在做模型过程中不经意间露出来了这种小金属棒，或者是这种蓝色的手柄，那是铁板钉钉的逼格，有牌面，一定是个大佬。反正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推刀的最高品质以及格调。前段时间我有幸拿到了国产品牌 HZT 的第3代推刀。HZT 我查了一下，已经经营了3年多了。他家推刀刀头部分使用的是硬质合金。有小伙伴注意到了，为什么不是钨钢了？秉承着严谨，我查了一下，简单来说，特仑苏是牛奶的一种，但不是所有的钨钢都叫硬质合金。或许钨钢会生锈，但是硬质合金不会。就用于做推刀来说，硬质合金的性能会更优越，属于钨钢中非常适合做推刀的材料，所以全工对它也颇为期待。为此，在周末休息的时候，带上了一套模型回家，准备上手感受一下。没想到还给我弄爽了，从下午3点一直修件修到凌晨5点，完全停不下来啊！第二天直接用我们的微距镜头怼上，这刀刃的研磨工艺完全不输 BMC。更惊喜的是，刀刃4面全部抛光，这工艺闪亮亮的，让人炫目。使用过程中也没有了 BMC 经常出现的跳刀。跳刀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 BMC， 这是 HZT。 如果推刀能控制好跳刀的现象，会让线槽底部更加平整。我们把 BMC 和 HZT 做个更直观的对比，画个大直线，哪个是 BMC， 哪个是 HZT， 看得出来吗？说来真的让人倍感欣慰，我们的国产模型工具的进步已经能比肩甚至超越进口了。
但是 HZT 就是推刀的金色传说了吗？起码现在还不算是。看着跟葫芦娃进了迪厅一样的棒子，哎呀，以全攻的审美觉得不行，而且手柄的握感也欠佳，并且缺少对于刀头方向性的判断，还有就是容易来回滚。别问我为什么这么执着于刀具来回滚这个事情。唉，截止写稿，我总共使用了50个小时左右，中间各种挖槽、各种撬，甚至还摔了3次，但是推刀们都算很好的活下来了。体验上总体还是让人满意的，刀头给个9.5分，10分制；刀柄我给10分，100分制。但是我转念一想 ，BMC 目前这个价格，如果想改善握感，还要再加40块，来个刀柄。好像 SZT 可以想起来了。对于推刀，小脚佬们可能更苦恼的是选择尺寸，那真是全买又怕用不上，挑着买又感觉得用上。全攻这就为大家解决一下问题，大家对号入座就行。高达模型原本自带的线槽大都是0.2毫米和0.3毫米的，如果想加深一下刻线，或者初步学习一下刻线的小伙伴，购买这2个尺寸即可。如果是想做一些粗细不同的刻线组合，建议再加购0.15毫米、0.4毫米、0.5毫米这3个尺寸。如果大家想让自己模型的刻线更加的出彩，或者想要着手一些 JK 的制作，那么推刀的尺寸就一定是越全越好。在0.5毫米之后，每隔0.5毫米再准备一把就可以。比如除了刚刚说的那些，再准备1毫米、1.5毫米、2毫米、2.5毫米、3毫米，这样一般是准备到3毫米就足够应付绝大部分的刻线了。如果再有其他的特殊需求，按照做模型过程中实际所需再购入就可以了。还有一点，市面上有很多外观长得很像模型推刀的刀具，各种篆刻刀啊、木工刀啊等等，这些坑早些年青涩的小全攻已经替大家踩过雷了，真的不靠谱。还是建议大家购买模型专用的推刀，如果兜里的小钱钱不够，就先买1-2根，后续再慢慢补齐就好了。关于刻线针呢，手里宽裕的可以来1根，目前为止最好的应该还是长谷川。刻线针在我的刻线教程中使用的不多，最多打个点，可以用圆规或者圆规刀上的针脚替代一下，能省则省嘛。现在我们推刀有了，就来说说刻线的辅助工具。你脑子知道直线是什么样，你手不一定知道，所以刻线必定是需要一个辅助帮衬的。别问蔡文姬行不行，不行，他是打野。尺子需要准备硬尺、软尺这2种。硬尺建议使用7核的这款，没有比其他的尺子贵几块，但是在量距领域，这个小企鹅标还是非常出色的。而且尺子边缘全部经过打磨抛光，刻线画线会更加的顺畅。软尺的话，文化这款5-6年前我就购入了一套，现在还是好好的呢。小经验，不论是硬尺还是软尺，建议拿到手之后背面都贴一层砂纸，这样抵住零件刻线时就不会打滑了。全攻一般是喜欢能用尺子就用尺子，但是有的零件表面尺子就是大波，还是需要硬面胶带的。硬面胶带不要太便宜，便宜的硬面胶带会粘性不够，刻线过程中胶带会有移动，会导致刻线歪曲。以前最好的应该是 HIQ， 后来发现文化几乎能做到同样的粘性，贴附性很好，而且更薄了。圆规刀一把，这是我几年前用的，好像涨到80多了，有点小贵。我们海选文化，他们做了一款换色的同款，价格也便宜了不少。我也试了，性能没差，能省钱还不香吗？圆规一把，建议大家购买中程圆规，便宜点的可以找台湾生产的小巧。当然，我更建议直接购买施德楼的，稳固性会更好，定好之后就基本没有晃动。爱惜一点，传个带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型号的话，551、552都行，区别就是551全身金属，看着更有逼格。我比较推荐这个。552有一部分是树脂，但是多了个快条，就是可以这样掰，这样掰。
圆规和圆规刀的具体使用会在后续教程中说明，是刻线过程中离不开的工具。制图工具呢，就是笔了。推荐30，发现在模型这块吊打樱花和石头楼，不论是在塑料件上还是在纸面上，笔痕都很清晰，不会断墨，可以用于高精度的制图。制动铅笔呢，有一款30的，颜值还可以，虽然不是全部都是金属材质，但是看着像。它优秀在笔尖能收起来，看，出来，进去，嘿嘿。如果不在意没有收尖功能的小胶佬，我更推荐石头楼的，品牌自带好感度以及产品质量在这儿呢，更何况是全身金属材质，一哥拉满，用起来都透露着一股贼情的自信。以上推荐的工具都是全工这段时间疯狂采购，买来了市面上常见的样品，经过一轮轮绝命 battle。推荐的都是胜利者。粉丝群里大家一直想做个团购，节省一下自己挨个选店购买的精力和多重的邮费，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淘宝店铺142的小宝库，希望能帮助到大家。价格是我一个个认真和商家去谈的，让大家买东西能拿到更合适的价格，而且包邮。回归正题，工具准备好了，就准备刻线了。先讲一下基础。打磨有打磨的姿势，刻线有刻线的姿势。正确的姿势应该是挺胸、低头、收腹、提高。左手持零件，大拇指捏住尺子，把手放在桌子上，避免悬空出现抖动。右手用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拿稳推刀，无名指、小拇指找个可靠的地方安顿一下，抵住左手也行。然后这，对了，只有3根手指活动，千万不要整只手活动。这样刀会有自己的想法，并且在你面前疯狂的出轨。掌握好刻线姿势，就从刻一个标准的线段开始吧。接下来全部都是小经验。小经验，刻线一般是开头好开，结尾不好结，所以刻线的时候一定要从两端起刀，从两边向中间，这样刻完线后两端才会是锐利的，且不会划出界。补充说明，如果是贯穿零件的整面刻线，就要反过来，从中间向两边刻。单纯的刻一条直线来说，做图可能有些多余，但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。随后对线段两端进行打点，用于确认起始位置。这里不要搞得太深，稍微浅点没什么不好。开始刻线时，注意推刀的方向是拉，不是推，是拉，是拉。先用刀尖找到打好的点，用尺子去贴刀尖，让尺子找准自己的定位。推刀从打点的地方开始，轻轻的划几下，随后逐渐加深力度，感觉深度差不多了，就反过来从另一边再重复。两边差不多了，就要查看线槽的深度是否均匀，注意线槽的深度要适中。大概就是比腕带自身带的刻线再深一点点就够，要避免出现水多了加面，面多了加水，最后和一盆的情况。如果线槽太深，在最终作品上稍微换一个角度，这个线可能就看不到了，或者因为能看到渗线液粘到了线槽的一侧上，就不美观了。好了，记出本期的牺牲品，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这个让人眼熟的零件。类似这样的细节，小胶佬们如果直接进行渗线，哪怕擦得再小心，最后也会搞得超级脏。这个样子我确实努力过了。那么怎么能做到让这部分的渗线干净利索呢？对的，就是提前预留刻线。让我们复习一下，先在转角处打个点，然后再用推刀刀尖抵住落差，然后开始进行刻线。刚开始轻轻的，有了一条刀痕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拿开尺子进行加深的工作了。这样细节处预留好刻线之后，等我们再上色，甚至可以整张遮盖带贴上去，直接用笔刀切割线槽处进行遮盖。还有就是渗线更干净了，让我们看看效果。本期内容就是这些，在 B 站的抽奖条件还没有满足的情况下，还是在微博进行抽奖。LZT 第3代推刀 0.2 毫米和 0.3 毫米各一把，组成一个套装，抽2份，
还有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我们的店铺142的小宝库。除了本期推荐工具的团购之外，截止视频发布，我们还在跟 HDT 的老板商谈，是否能通过团购得到更优惠的价格。之后陆陆续续会上架更多的商品，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好了，如果觉得本期的节目还不错，求个3连支持一下嘛，这会对我们有巨大的帮助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全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